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斯尔，我要离开台湾了。嗨，大家，正如我标题所说的，我即将要离开台湾了。我在8月的时候即将要到美国念书了，而因为我的行李空间还有重量很有限哦，我不可避免的必须要和我买的许多东西断舍离了。除了键盘本身之外，还有一大堆的周边，像是手托、轴体、键帽、工具组等等的。而我在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断重复的删减过后，决定好了我最后要带出国的2把键盘。而这部影片也是带着大家跟着我的思路，了解我是怎么做选择的，考量的点有哪些，以及留下这些产品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作为之后自己购买键盘周边的依据哦。老实说，我大可以把现在手上所有的键盘周边全部都卖掉，到了美国之后再依照所需购买就好了。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台湾因为离中国非常近，因为非常多有名的键盘品牌以及大部分的代工厂都是坐落在中国，我们不仅可以更快速的拿到产品，还可以用比美国低的价钱买到一样的品项。因此，如果我要在美国购买这些键盘周边产品的话，相对于现在来说是比较不划算的。我必须尽可能的把用得上的设备全部都带齐。而身为一个热爱键盘的玩家，虽然我接触键盘不算很久，但是曾经到手拥有过的键盘也有将近20把左右。而在这个反复开箱的过程中，我也渐渐认知到自己对于键盘的要求还有喜好有哪些，可以非常具体的知道要带怎么样的键盘配件出国。而这也让我之后的断舍离过程轻松了不少。为了要清楚的知道哪一把键盘最符合自己的需求，首先我们便把自己的需求列成了清单。首先是数量，我需要1把放在房间中每天使用的主力键盘，还有1把会带出门拍照用的键盘，所以总共需要2把。再来是键盘的大小配列，我希望我的键盘不要太占空间，并且要有方向键，最好还要有旋钮。依照这几项条件呢，我知道我的键盘必须要是 65% 到 75% 左右的键盘。再来是键盘的材质，我希望2把键盘的材质不要一样，最好是1把能够以声音或手感为取向，另外1把则要轻便可以外出的。所以因此最好的选择是1把金属铝壳的键盘，还有1把塑胶的键盘。当然还有一些额外的要求，比如说键盘拍照起来要好看，外形不能太呆板。接下来是轴体的部分，轴体我个人的喜好非常明确哦，早就已经有用起来最顺手的轴体了。那么我接下来要带过去的备用轴体，还有以下几点条件需要符合。首先就是它需要万用，声音不要太极端的亮或太闷，要能够搭配之后新买的键盘。再来就是轴体本身的知名度要够高。这半年来，我买了很多中国小工作室出的品质很好却默默无名的轴，因为我自己有拍摄以及经营社群的需求，着重的点会是轴体的知名度要高，让国外的观众有共鸣。因此我需要知名度比较高的轴体。接下来是我希望轴体的种类要齐全，线性、段落、静音类型都要具备，这样比较方便我之后和新买的轴体做对比。接下来是其他的配件，我希望我带过去的配件体积要小，但是外形要美观，因为常常要出现在我的影片当中。再来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它好携带，不要占用太多行李的空间及重量。那么把标准都列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进行选择了，其中包括了键盘、轴体、键帽、工具组、手托、传输线、桌垫等等的。首先是键盘，根据前面提到的这些要求呢，我最后选出了2把键盘，分别是 Mellextrix 的 Zoom 65 V2 以及 CIY 的初心者68。Zoom 65 V2 本身的手感和声音表现都非常好，而且它又带有旋钮，作为我放在房间桌上的主力键盘再适合不过了。再来，它的深蓝色外壳之后无论是要搭配白色或是木头的桌面都非常适合。再来另一把是我外出要用的键盘，我选择了初心者68。
这款键盘虽然没有旋钮，但我在外出时不太会有影音的需求，所以这不会是个大问题。再来，这把键盘非常的轻哦，我之前已经实际带出门拍照过了，并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虽然手感上不算是太理想，但也因为它是外出用的键盘，而且我搭配的是静音的轴体，本身就不是以手感为第一目标，因此我对于这个选择也还算是满意，并且它非常便宜哦，所以即使带出门时偶尔有一些小碰撞、擦伤，也不至于太心痛。这里顺便提一下，作为外出键盘没有被选到的遗珠之憾，那就是 GMK67 还有 V65。GMK67 的手感以及声音，我觉得都比出镜者68好上一些，所以也蛮适合作为外出用的键盘的。但是我认为它有几个称不上缺点的一些小遗憾。首先，它的配列和 Zoom 65一模一样哦，包含了右上角的旋钮，所以重复性比较高一点，在我拍摄上就比较少了一点多样性。再来，它本身是锂电池供电，因此我如果要把它放在托运行李的话，要把锂电池拿开的时候，就要把那个非常难拆开的卡扣式外壳给拆开。我上一次把它拆开的时候就花了20分钟，因此我现在宁愿把它提早卖掉。另外 V65 其实也是我犹豫了很久的一个选择，毕竟到目前为止，开箱 V65 的影片还是我频道中观看数最多的一支影片，所以我也有考虑过要把它当做我的幸运物带出国，但最后考虑到重量，还是放弃了。接下来是轴体的部分，除了本来就装在键盘上的胭脂轴和 Lucy 轴之外，我也带了 Vertex V1 轴、Cherry 的茶轴和黑轴，还有 Geekic 的肉轴，选择的都是知名度稍微高一点的轴体。整体而言，还是依照我上面所列出的要求来选择的。而键帽的部分，我带了一组9009主题的键帽，还有 JTK Aero 404、太豪的2组。键帽的部分其实我没有太有研究哦，所以我就简单的选择几个外形好看，并且使用起来顺手的键帽。而工具组我就带了画面上这些基础的工具，包含了拔键、拔轴器、螺丝起子、镊子、润滑膏、润滑油等等。我本身对于工具比较没有追求哦，堪用就可以了。接下来是手托，手托的部分我选择了这块木头的手托，把那2块非常好看但是也非常重的大理石手托留在了家里。传输线的部分呢，我只带了一条普通的白色航插线作为备用，因为我的键盘大多数时间都是使用无线连接的，所以我比较没有传输线的需求。而最后桌垫的部分，因为我最常用的这块软木塞桌垫还有布织布桌垫都没有办法卷起来收纳，因此我只带了一块小的键盘垫，还有软木塞滑鼠垫。到了美国之后，可能会看情况再添购。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后，以上这些就是我带出国的配备，之后也会常常在影片里面出现哦。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选择，或许有些该注意到的地方我没有顾虑到，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去回复哦。其实整理完这些设备后，我才发现有非常多的东西因为重量和体积的关系，实在是没有办法带出国，包括了我平常常用的灯具、摄影用的脚架等等习惯的器材，只能说断舍离真的是一门艺术。那这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之后就会是新的篇章美国篇。那请大家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帮这集影片按个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顺便提醒一下大家，我的频道会员页已经开张了。为了维持影片的品质和大家的观看体验，我不会在影片中间插入任何的广告。所以为了维持这个频道的营运，大家行有余力的话，可以加入频道的会员，而会员专属的福利也可以在页面中看得到哦，包括了会员专属的 Discord 群组、Instagram 贴文照片的原始档等等，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最后再次谢谢大家的观看，我是魏斯尔，我们下次见。